我有些话要说。我不是来玩游戏的，这场比赛对我来说很简单。我现在做的动作就是你明天的结局。注意看，来华挑战的黑人选手竟在赛前大放厥词，还当众做出抹脖子动作挑衅傅高峰，以为这就完事了吗？二话不说，直接躺地上就开始描述傅高峰被 KO 时的神态，一系列的嚣张行为也是彻底激怒了散打队队长傅高峰。面对赛前口出狂言的黑人选手，傅高峰可不会讲那些所谓的垃圾话。Let's go for this lightweight baby！ 废话太多了，明天见吧。中国队长傅高峰，这个散打队队长可不简单，从职业散打转战 MMA 综合格斗的选手可不多，傅高峰算是当中职位最高的那一个，全国散打冠军几乎被傅高峰一人垄断，其中有一次被死神方便夺走，还有一次是被降龙洛汉白敬斌所获取，唯有这2次的冠军不是傅高峰，其他均被傅高峰收入囊中。可以说傅高峰占据了中国散打界霸主的地位。此次转战 MMA 综合格斗也是引起了世界各地不小的关注，对此傅高峰也是在媒体面前发表了相应言论。转型 MMA 这个综合格斗也是因为想挑战一下自己吧，因为本身我是从小练习武术，然后专业散打运动员出身，一直从武校啊、体校、专业队一直再到国家队。我觉得运动生涯在这个专业散打里边，我觉得我的这个成绩，我的这个训练年限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。首次转战 MMA 综合格斗就遇到了缠斗系高手恩扎巴，他在赛前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对武术散打的不敬。来自刚果的恩扎巴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还一脸无所谓出言羞辱傅高峰。殊不知，这家伙已经招惹到了他这辈子都不该招惹的人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傅高峰的 MMA 首战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。黑人选手推搡中国选手的事情有很多，敢挑衅中国名将的老外还真不多见。可能恩扎巴是真不知道傅高峰的恐怖。别看傅高峰已经33岁了，反应能力还是比某些小年轻要灵活一些。哎呀，傅高峰这个躲的还是很轻松啊。是，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是的，刚刚刘雯也有介绍说这场比赛也有质疑声哈。其实我看到的很多大家评论质疑最多的是觉得，中国队长傅高峰的年龄啊，觉得这么大年龄了，然后还要去做这个跨界。是的。我觉得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吧。来看一下纸面数据，两个人在身高上，傅高峰178公分，对手恩扎巴186公分8公分。恩扎巴从事 MMA 综合格斗领域多年，特别擅长地面缠斗和内围对抗。然而傅高峰在转战 MMA 之前也是经过了大量针对性训练，岂会轻易让恩扎巴带入到地面缠斗？没点实力也不会答应恩扎巴的挑战。我觉得傅高峰还是不要跟恩扎巴去打更多的缠斗和地面，还是要推开。是的，因为傅高峰其实在第一场综合格斗比赛的时候，并没有遭到太多的就是困扰啊，因为那场比赛应该是在2020年的9月份，他打的是巴昌。恩扎巴这位选手确实不简单，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傅高峰带入到地面缠斗，属实不简单。进入到地面缠斗的傅高峰也是非常有经验，一直搂着恩扎巴的脖子不撒手，根本就不给恩扎巴任何实施进攻的机会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中国队长傅高峰不要着急。是的。好，齐正了，到齐正位。对，要站起来翻过来，漂亮。反压制对手，到侧身位。好的。哎，这个时候到了这个傅高峰的这个成绩了，对。不要让他起来。对，恩扎巴像是一个业余选手，不仅丢失了原有的优势，而且还被傅高峰找到了机会。再次实施下前抱摔的恩扎巴头脑很是清晰，只不过恩扎巴的压制力不是很足，傅高峰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逆转局势。依然的这个撑劲儿还是把傅高峰给带到了地面，拿袈裟固。然后在这个位置还是有机会来打一打，小心被对手拉十字。哎，果然。小心被对手拉十字啊！对，翻身出来之后又来成功扭转局势的傅高峰正在暴打恩扎巴，然而恩扎巴就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裁判见状上前阻止，这种行为简直太无耻了。虽然裁判没有给恩扎巴黄牌，但这种警告是非常严厉的，甚至比黄牌还管用。好，我们都更全力一点，更认真一点。老外他已经没体能了。然后回来，现在回到比赛当中了。
再次拿到压制位的恩扎巴很是狼狈，根本就压制不住傅高峰。散打队队长傅高峰虽然刚转战 MMA 不久，但傅高峰拥有多年的比赛经验，即便地面缠斗的经验不是很足，但傅高峰的作战方法非常精湛，就算是到了地面缠斗，傅高峰依然可以游刃有余与恩扎巴进行抗衡。别让他起来，别让他起来，能起来，能起力，恩扎巴，对，傅高峰还是要放他起来。对。傅高峰这边的边角是崔留才和张涛教练。是的，先挺过来。每一次都是恩扎巴率先抢占先机，然而每一次都被傅高峰成功逆转。这一次恩扎巴算是遇到了一个钢板，拿到优势位的傅高峰开始实施压制动作，身处劣势的恩扎巴瞬间丧失了主动权，甚至连反击的能力都没有。锤击还是下穿手臂，应该是要有拿裸脚的可能的，腿勾还没有勾进去啊。对，不用着急啊，其实傅高峰可以去打一打对手，还可以继续回到站立位。是的，顶膝，对，顶膝又是一个，对手推开，马上压上来，就自己失去重心了，倒了。然后断头，还是要站起来。哎呦，一打把对手给折倒。把头抽出来。对，这个位置虽然是圈住了脖颈啊，但是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好，还有10秒。这个位置看看傅高峰能不能抓紧时间去抽头啊！比赛结束了，恩扎巴能坚持到现在属实不易，拿到优势恩扎巴也把握不住，不给恩扎巴优势恩扎巴也逆转不了战局。重新站起来的恩扎巴非常生气，狠狠打了聋子一拳头。看来是用尽了全力，也无法与傅高峰进行对抗。比赛开始了，红方中国队长傅高峰，蓝方选手。第二回合开始了，恩扎巴站立打不过傅高峰属于正常，在地面缠斗打不过傅高峰属实有点说不过去。傅高峰本身就是一个站立型选手，在站立对拼占据着绝对优势。然而恩扎巴也是非常无奈，站立打不过的同时，也没有办法把傅高峰带入到地面缠斗。去攻击对方，打重击是，所以这样的重击其实对于恩扎巴来讲还是会有一丝的忌惮在。是的，前簇，对地扫，对右手端打得不错啊，对，哎，果然要尽自己的主动要去打下位，这是一个圈套啊。对，是主动要去打下位，这是一个圈套，对，让你进入地面。对，没错，好，要往上去挂腿。我们来看啊，傅高峰果然进入到了对手的封闭式防守当中，到了地面缠斗也拿不到主动权。总体来说，恩扎巴不管是在站立还是地面都是挨打的份。被压制的恩扎巴死死搂着傅高峰的脖子，以为这就可以限制傅高峰进攻了吗？恩扎巴想的还是太简单了。但在这个位置把对手给圈进来之后啊，这个时候你能看到恩扎巴大长胳膊大长腿了。对，但高峰还是要打一打哈。对，但是对于小圈还是要上一上。对高峰来讲要小心啊。对，小心对手往上去挂腿。是。连续的给锤击。一次提醒。多年的比赛经验让傅高峰的拳头变得又大又狠，连续的重拳打在恩扎巴身上的那一刻，就意味着比赛结局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。恩扎巴已经丧失了抵抗能力，裁判随之终止比赛。结束了比赛。因为场内赵子阳老师已经连续的喊了3次 fight back，就是在过程当中提醒恩扎巴要有动作，要有回击，但是依然没有拿出有效的回击来。其实恩扎巴还是比较忌惮这个傅高峰的重拳的。其实你看到地面之后，这个位置利于傅高峰在做地面夹。站立打不过，地面缠斗也打不过，就算是拿到了压制位，那也无法对付高峰实施有效进攻。总体来说，恩扎巴与傅高峰就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，遇到傅高峰算是恩扎巴的不幸。
赛前的所作所为，傅高峰都看在了眼里。这个结果也算是给 N 扎巴一个教育。比赛，恭喜！这是中国队长傅高峰在 YFU50龙中队的第一场比赛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：本场比赛进行至第2局1分55秒时，红方 TKO 对手。比赛结果：红方胜。最终，傅高峰获得了胜利。傅高峰算是职业散打转战 MMA 选手当中最成功的那一个，首次转战就击败了缠斗系高手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傅高峰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我非常有成就感在散打这个专项里边，但是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武术散打运动员，其中的这个一员，我觉得任何一个搏击赛场都应该有我们散打运动员的身影。我觉得我们散打运动员可以打自由搏击、踢拳，同样50龙中队，同样综合格斗比赛也一定要有我们散打运动员在这里。我觉得。